你好呀，这里是某某的投资笔记。上次分析西方石油时，他还背着128亿美元的净债务，现在股价比当时涨了 8.1%， 公司却在半年里偿掉86亿美元债务。好消息是，资产负债表确实比以前干净了，但问题也来了，卖掉化工业务之后，它变成了一只更纯粹也更依赖油价的股票。西方石油这次财报里 Q2 调整后每股盈利 2.40 美元，自由现金流30亿美元，产量超过指引上限，本金债务又减少19亿美元。这份成绩单很亮眼，但背后的平均 WTI 高达 92.79 美元，所以绝对不能把一个高油价季度直接当成新常态。我研究了一圈，这次给出的评级是谨慎增持。现在 56.04 美元不算贵，但财报后也没必要追。目标价、买入区间和风险线后面全部说清楚。上次在 51.82 美元给出中性观望，目标价是 67.8 美元。现在价格涨到 56.04 美元，为什么评级却提高了？因为这次改变的不是乐观想象，而是实打实的风险结构。我梳理了4个最关键的数字。第一， Q2 调整后每股盈利 2.40 美元，这不是公司突然长出了新业务，主要是因为本季度油价大幅高于上一季度，油价每上去一节，西方石油的利润就像被加了杠杆，放大的很快。第二， Q2 自由现金30亿美元，是2022年第3季度以来最高，经营现金流51亿，扣掉16亿资本开支和其他调整后还能留下30亿，这才是能源公司真正的底气，因为这些钱可以直接用来还债、派息和回购。第三，本金债务降到118亿美元，单季度就少了19亿。更重要的是 OxyChem 已经以95亿美元现金售给伯克希尔，上半年加上经营现金流，公司一共偿还了大约86亿美元债务。上次分析里最大的一块石头现在已经搬开了一大半。第四，全球日产量 143.3 万桶油当量，超过指引上限，这说明二叠纪盆地的资产运行没有掉链子，债务降了，产量也守住了，这就是这次评级从中性观望上调为谨慎增持的核心原因。西方石油最新价格是 56.04 美元，财报后单日上涨 4.1%， 过去52周最低 38.80 美元，最高 67.45 美元，当前大约在整个区间的 60% 位置，既不是底部，也远没到过热区。时间线上，6月底股价因油价回落和债务担忧跌到 47.77 美元，7月随着油价反弹一度回到 57.60 美元。8月6日财报后放量上涨，成交量明显高于近期均值，技术指标比上次健康很多， EMA12 在 55.36， 高于 EMA26 的 54.90， 短期均线结构已经翻多， MACD 仍然在零轴上方，不过快线低于限号线，说明上涨动能没有继续加速。 RSI 为 54.1， 不超买也不超卖， ADX 只有 17.6， 说明目前还不是一段很强的单边趋势。所以技术面给出的信息很简单，结构转好了，但财报后追高的胜率不算高。接下来聊聊估值。先说结论，西方石油相对大型能源同行仍然有折价，但在 56.04 美元已经不能用非常便宜来形容，它的滚动市盈率约 16.5 倍，预期市盈率约 14.3 倍。 Q2 平均 WTI 高达 92.79 美元，如果下半年油价回到70美元左右，利润自然会明显回落，那么 14.3 倍的预期市盈率就不算特别低。再看企业价值倍数，现在约 6.95 倍，相对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通常还是折价的，市净率 1.81 倍，对一家债务正在快速下降的二叠纪盆地大型资产持有者来说也算合理。23位分析师给出的平均目标价是 64.52 美元，中位数65美元。我用油价情景加权后得到的基础目标是66美元，距离现价约有 18% 空间，有折价，但还没到闭着眼睛买的程度。基本面先说亮点，再说问题。 Q2 公司实现原油价达到 96.78 美元，比上季度高 38%， 直接把油气业务税前利润从10亿美元推到28亿美元。中油和营销业务也从上季度亏损8700万美元变成盈利13亿美元，这两块同时发力，才有了本季度强劲的现金流。
产量也不只是勉强达标，而是超过指引上限。二叠纪盆地和墨西哥湾的表现好于公司自己的预期，季度股息也再次上调 8%， 从 0.26 美元提到 0.28 美元，年化股息率接近 2%。 ROE 这里需要特别小心，按公开滚动数据 ROE 大约 4.1%， 净利率约 22.4%。 正常做杜邦分解要用净利率乘以资产周转率再乘以权益乘数，但这次 OxyChem 的出售收益进了净利润，化工资产又从资产负债表中剔除，分子和分母同时变了。这时候机械的把三个数相乘，反而会得到一个很漂亮但没有意义的答案。真正应该跟踪的是剥离化工业务后的持续经营利润、产量和自由现金流。问题也很实在，第一，高油价是这份财报最大的助力，同样也是最容易反转的变量。第二，118亿美元的本金债务比以前健康，但还没有完全回到公司想要的100亿美元里程碑以下。第三，化工业务虽然卖了，部分历史环境责任和补偿义务仍然留在身上，所以现在的基本面不是没有风险，而是原来的债务风险下降了，油价风险变得更突出。我基于公开信息梳理了3种情景，多头情景概率 30%， 目标价75到85美元，对应的条件是 WTI 长时间稳在85美元以上，年化自由现金流向100亿美元靠拢，本金债务降到100亿以下，还有余力同时提速回购和派息。基础情景概率 50%， 目标价60到70美元， WTI 主要在70到80美元之间波动。2026年全年每股盈利大约4到5美元，公司把债务稳步降到100亿美元附近，估值维持现在的区间，这是目前证据支持最多的路径。空头情景概率 20%， 目标价42到50美元， WTI 跌破60美元并且久久不能恢复，自由现金流快速回落，偿债和回购同时放缓，市场就会重新压低能源股的估值。3种情景加权后得到的价值大约是66美元，现价 56.04 美元，向上约 18%， 如果空头情景发生，向下则有 11% 到 25% 的空间。这就是谨慎增持里谨慎2个字的来源，风险收益比已经改善，但并不是一笔没有油价前提的投资。最后说说我自己的操作策略，基础目标价定在66美元，首批买入区间是52到56美元，选这个区间是因为50日均价约 54.52 美元，布林带中轨也在 55.35 美元附近，这里同时是近期成本区和技术支撑区。还没建仓呢，在52到56美元可以分2到3批建立小仓位，但要保留油价回落时的加仓资金。如果股价直接涨过62美元，不建议追，因为那个位置已经在提前计价基础情景的上沿。第2批加仓区间是47到50美元，但这里有一个前提，产量不能明显下滑，自由现金流不能快速恶化，偿债路径也不能停住。跌到低位不代表自动变便宜，先确认还是同一套基本面，再谈加仓。风险线放在44美元，这个位置低于第2批加仓区，也接近52周区间的低位结构。如果跌破44美元，或者 WTI 持续低于60美元，本金债务不再下降，那就不是单纯的价格波动，而是需要重新评估投资逻辑。已经持仓的，只要 WTI 保持70美元以上，产量稳定，本金债务继续向100亿美元推进，可以继续持有。股价接近64到70美元时，可以分批锁定部分利润，因为这个区间已经接近分析师目标和基础情景上沿。总结一句话，西方石油已经不是上次那家被高债务死死压住的公司，但它也没有因为一份强财报就变成没有周期的成长股。债务下降给了它更高的安全边际，油价决定这个安全边际最终能值多少钱。如果你也在研究西方石油或者能源赛道，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行业看法。觉得内容有用的话，点个赞并关注支持一下，咱们下期见。